Hello， 大家好，我是 Sarah。嗨，我是 Freddy。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我们申请公民的第3集了，也是最后一集了。对，没错，就是我们前面2集呢，就是第1集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申请加拿大公民前要注意的条件有哪一些，然后第2集呢，就是我们在自己上网申请公民的过程，然后还有公民考试的过程。第3集呢，就是这一集我们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公民宣誓的过程，还有呢，就是你公民宣誓前后要准备什么东西，还有申请护照。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申请加拿大公民，就是对申请公民的流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拍的影片，就是这2支，对。想要在新的一年用全新的手机记录生活点滴的话呢，记得快去 Fido 申办你的手机啦！2月19号以前哦 ，Google Pixel 8每个月只要20元 ，iPhone 15每个月只要48.38元，赶快去申办你的手机啦！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公民考试的时候是在10月初，在10月底就收到公民宣誓的邀请。那公民宣誓其实就是一个你要变成加拿大公民前的一个就是仪式，就是一个仪式。对，它就是一个仪式，所以它不是一个需要很紧张还是什么的时刻，很像注册结婚登记那种感觉。最紧张、最麻烦的时刻都是在那个公民考试前这一些准备的过程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还蛮期待这一天的。你收到 email 的时候，他会直接告诉你宣誓的时间和日期嘛，你是不能选的嘛。但我们刚好要回台湾，对，我们10月底收到通知，他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准备要宣誓。可是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出国，因为你不能在国外来做这个公民宣誓的这个仪式，很重要一点。所以呢，我们就是得改时间。其实当然会有这个限制，也是因为你宣誓的过程就是减掉你的 PR 卡，境外就可能会让你回不来。我们就因此改了我们的宣誓的时间。没错，一旦改了，你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什么时候会通知，所以你就要继续等一段时间。对，给你宣誓通知的那一封信上面就有写说，你要改宣誓日期的话，你要写什么东西，像是它上面就有写，你标题可能要写 reschedule， 然后你的信件内容要包含什么，它其实都写得很清楚，包括你什么时候回加拿大。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可能也是差不多要等1-2个月吧。第2次收到宣誓通知是在12月20号，差不多就是2个月的时间。收到了，大声一点。今天是几号？12月20号。因为我本来以为会更久，然后加上现在圣诞假期，我们1月3号宣誓完之后就要去申请护照嘛。但是呢，护照就是有听其他申请过的朋友说，就是还是要先提早预约的，所以我们可以宣誓了，终于。那我自己觉得好像比预期还快一点点啦。所以信里面其实也很清楚的说明，就是你要宣誓的日期，然后时间，你要参加的方式，刚刚提到就是说你可能会透过网络参加，也有人收到就是让实体宣誓。其实我很想要参加实体的宣誓，就是觉得好像比较有那个仪式感的感觉。对，那宣誓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准备一些文件。对，没错。所以就是在他寄给你的通知的信件里面都有附上这些资讯。对，他其实写的蛮清楚的，非常详细。说到我觉得最有趣的准备的事项是，还说你可以练习怎么样唱国歌。对，还有那个宣誓词。所以呢，就到了公民宣誓这天啦。我们的宣誓时间是在1月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小紧张。现在什么都可以紧张。对，反正呢，宣誓这一天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的笔电。对，还有网路要好，你不能就是突然断掉。应该也还好，重新连进去就好。我是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当天是这样，就是会有一个人在处理这个东西，所以我感觉他要处理很多人。如果人太多，然后你断掉，他可能会忘记你。对，因为他要处理的人很多嘛。我觉得我们那一天应该一个画面就有20几个人吧。对。然后他有4页吧。对，所以差不多可能有，我觉得应该有100人左右参加。对，而且呢，就是像我们是一起申请，所以我们是在同一台笔电参加宣誓的。对，所以可能更多。那刚刚说到，除了网络之外，还要准备 PR 卡，还有一张ID 是有照片，对，就是可能你的驾照，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剪刀，要剪得下你 PR 卡的剪刀，那个 PR 卡印人。准备剪刀还不够，要准备一把好的剪刀。对，是好的、够有力的剪刀。蛮有趣的是，其实这宣誓的过程，你的家人朋友是可以在旁边参加的。进去之后呢，它其实有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登记的一个阶段，很像是我们在排队 check in 的概念。虽然在线上，可是你就真的在排队等，等他叫你进去的感觉，就是要确认身份。就是本来是一个很多人参加的 meeting， 对，你就可以看到噔噔噔噔噔都是人嘛。然后接下来就把你拉到只有你跟那个注册的官员，对，就只有你们2个人。他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因为你要分享你的个资嘛，所以就只有你们2个可以听到这样。其实问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确认你的身份嘛。就你的姓名啊，然后住址啊，这个 PR 卡剪掉就是在确认身份的这一关，它就是你要在政府官员面前就是剪成4块，对。我还记得我们要剪的时候，我还问他说 Are you sure？ 是这样剪吗？就是就可以剪了吗？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他一确认完身份就立刻叫我们剪。对啊，对啊，对啊，就有点太快了。对，然后我就想说真的要剪了吗？对，我还没进入状况，就是对。这样就是要完成，对，还没正式宣誓。他也会跟你确认说，你今天要收到电子公民证书还是实体的证书，对，他会让你选。对，然后那时候我们2个就意见分歧。因为呢，我朋友就是因为他已经收到了嘛，在宣誓前的时候，他就先给我看，我就说那我等一下我要申请这个，对，我就不假思索说哦，对啊，e-certificate， 这样就面有难色。纸本跟电子，它只让你选一个，对，然后纸本的问题是你要等2到4周，就是很久，那这就会牵涉到你事后要申请护照的那个时间，就会再拉更长，对，所以那时候电子证书好像说5个工作天内就会收到，实际上好像更快嘛，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电子的好了。它其实就是证明你现在是公民身份的一份证书，然后是在你宣誓完会给你的。然后第2个阶段就是呢，宣誓的仪式。很有趣的是，因为加拿大就是英文跟法文双语嘛，对，所以呢，你就2个都要念，鼓励你念，所以他就说我念一句法文，然后你跟着念一句，没错，大家都在乱念。对，宣誓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很搞笑，法官不是说要举起你的右手，然后我一开始是举起我的左手，这可以讲吗？等一下会不会我的宣誓不算？举错手，但我当下立马举起我左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左撇子的关系。对，所以我们2个就是这样子。对，一左一右。对。然后念完之后呢，就是国歌。对，那国歌呢，因为我们之前在考公民考试的时候都有听过，因为呢考公民考试的时候，我记得他会考里面的歌词，对啊，但一样也要唱法文，所以就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状态。就是这整个仪式其实差不多就告一段落，然后大概是1个半钟头左右，他还有放一些影片，欢迎成为公民，对，欢迎成为公民的影片，然后还有一些介绍加拿大的影片，大概是这样子的流程，然后接下来就是会跟你说宣誓完之后要做什么事情。我问你哦，你觉得参加宣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的确是蛮有趣的，毕竟的确我觉得仪式感也是蛮重要，你会觉得在这一刻，我真的好像就是正式成为加拿大人，对。当法官宣布你说你正式成为加拿大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莫名的一种感动的感觉。对啊，忘了我在看哪一段的时候，其实眼眶是有泛泪的。有这么夸张？有这么夸张？一下而已。最后要结束前有个很重要，就是呢，可以跟法官合影，就是拍照的时间，就是自拍的时间。然后这个真的蛮有趣的。这是所有里面最有趣的部分。对，你知道大家是怎么拍照吗？就是呢，我们笔电不是本来都是这样放着吗？反正就是这样转过来，对，然后转过来，画面上就只剩下法官的画面，然后他就是定格在那里。我还是觉得蛮有趣的，你不觉得？他就这样微笑，对，大概是1分钟左右吧。所以那时候我们朋友就帮我们拍照。哇，你拍得好漂亮啊！30秒。法官好强哦，他不能眨眼哦。那我们参加公民宣誓完之后呢，还有东西要准备。对，没错，没有做这件事情，你不会收到你的公民证书。要提交的那个表格，其实他在宣誓之前，他就一样用 email 寄给你了。对。然后就是其实就很简单，你要签你的名字，在2个格子，有1格是要给就是一样给政府官员签的，你不要签那个。其实就很简单，你就把这个东西。前后应该不用花超过1分钟，你就把这东西签完，然后寄回去给他们。就是送出这个表格之后，隔天我们就拿到电子证书，电子公民证书。电子公民，本来讲5个工作天嘛，那
很快。对啊，其实我们隔天就拿到。对对，然后这份文件就很重要，等一下申请护照的时候会用到。讲到申请护照要做的事情和准备的文件之前呢，收到宣誓通知的当天，我就赶快预约了那个申请护照。为什么要提前这么早？因为就之前也是听申请完的朋友说，就是要等那个队伍的话，要等很长时间。对，收到 email 之后，你就赶快先预约护照。我现在看到最快是1月19，所以就是1个月后，所以你真的是要先提早。现在在订办护照的时间跟地点，2月15、2月16，可是你看现在才12月20号，然后所以我刚刚看到有的就是 Richmond 这边会写1月24号，这是我们可以最近的日期。那我们来看我们什么时候会拿到护照。是在 Service Canada 申请护照的嘛？你是可以在现场排队啦。但是通常会比较久。办护照之前要准备哪些文件？对，最后一步，这是最后一步，对。对。那首先呢，你要先去拍照，对，我们要先去拍护照上的照片。对。我们又要来拍照了，这次是要来拍护照的照片，这样该 OK 吧？又是 London Drugs。5秒结束。看起来很凶。那这个照片蛮有趣的是，背后是要有你的担保人的签名。像我们去 London Drug， 它就是已经有格式写好写在下面，就是说 OK， 你的担保人是谁，就是已经都画好线在那边。但那种好像我们有点搞错，我们想说，是不是他拍照的人要签名？然后我们本来还要回去问他说，我本来是要拿给他签，可是后来仔细看那个文字，哦，不是，是那个担保人。对对对。接下来就是填写申请表。那这申请表其实除了你的基本资料之外，有2个很重要的地方。就第一个就是你要找到2位的推荐人。推荐人条件蛮简单，就是你要认识他2年，对，然后他必须18岁以上。对，没错。然后他当然要可以被联络，对，因为可能他们会打电话给他们，对，可能。那再来就是有1位的担保人，那这个担保人他的条件就会比较严格一点点，对，一样你要认识2年以上，对，他必须是加拿大公民，对，然后一样是18岁以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必须持有5年或10年的加拿大护照，然后他的护照也不能快要过期。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是找了3位朋友嘛。推荐人的话就不用签名，只有担保人要签名。推荐人的话就是他们要给你他的联络方式、地址，然后认识几年的资讯，然后你要把它填到表格里面，就这样。这个表格那时候我们有填很久吗？还好。因为是我在填的，不是我填的。因为是我在填，我帮忙检查的。其实还蛮多栏位要填，填蛮久的。我们就是准备好这3样东西之后，电子证书要印下来，然后还有照片，然后和申请表之后，我们就是到了护照申请的这一天了。那我们就是到 Richmond 的这个 Service Canada， 真的觉得还好我没有预约，因为真的排超多人，应该有20几个人吧。今天终于到了我们要来申请护照的日子了，很多人在排队耶。如果你有预约，就不用在那边排队。可以进去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有照片。还有 e-certificate 申请表申请表。那我们那一天，我觉得我们的流程会不会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看起来很明显，那个 building 好像有淹水，或是有出了什么问题啦？对，反正就是到现场之后，就是手动 review 了一下我们的文件。对，我们是坐在旁边的等待区，然后就开始对资料了。接下来就叫我们把文件留下来，给了我们一张纸，上面写说 OK， 我们收到你申请文件，是，然后就这样就走了。哦，没有，还要付钱呢。还有付钱。对啊，你怎么这样就走了？还没付钱。还要留信用卡资讯。对，是一个人要付160块嘛。如果你要申请10年护照的话。哦，对，然后5年是120块，对，就是有分2种。对啊，你刚刚说不是就留信用卡的资讯吗？那如果正常来说，应该是直接就刷卡了。对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我自己的观察是觉得那个 building 可能有淹水或怎么样，导致他们没有。就它很像是临时办公室。很像临时办公室。对啊，所以就觉得好有趣哦。然后我后来在网络上看，我们申请完之后，照理来说应该会有一个号码，就是可以去网络上查你的护照什么时候会好。但是呢，我们其实没有这个号码，所以我后来本来想要查我们的护照申请的进度，但是找不到。然
后呢，他就会把你的这些资料呢放在就是一个文件夹里面，20分钟就结束了，就很快很快。我们今天就是来 Richmond 的这个 Service Canada 办护照，超快耶！大家一定要预约，如果预约得到就一定要预约，因为真的快很多。然后我们是不是大概过了几天之后你就收到电话？他说台湾的状况比较特殊，因为他的护照里面有个出生地的资讯。那出生地，假设你是来自于台湾的话，你城市跟国家只能选一个。他就问我说要留哪一个，我就说台湾了。这通电话就这样结束。我漏接他们的电话，然后他们就没有再打来了。对，然后我们那天申请完就是这个护照的时候呢，他其实有给一个你可能什么时候会收到护照的这个日期，应该会delay吧，结果没想到就蛮准时的，我们就2月9号就收到了，耶！所以终于要开箱了吗？对，还在等这一刻。其实这几集拍这么久，就只是为了等这一刻。不是吧？是我们要分享我们整个申请的过程，好不好？开了哦，看一下，哦，对呀，是新版吗？不是，就是我本来很期待就是新版护照，因为有朋友是收到新版。啊，这个也是蛮漂亮的。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就是要好好保存，然后你出去旅游之前要记得带。假设你是双重国籍的话，你进出的话两本护照都要带。好。然后，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说，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帮我们写上的是我们想要的出生地。你那天不是说要台湾吗？但是它上面写桃园。电话里面跟他讲的要讲台湾，但里面写的还是桃园。对，然后我们刚刚跟朋友确认，然后他的是城市跟国家都有，然后我要来看一下我的，我是台湾，所以只有我的写桃园，对不对？不是，太有趣了，为什么？你看我的是台湾呢，所以你没有接电话，反而得到正确的答案。没错，那应该不要接电话的，没有啦。他会不会根本搞错了？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他可能把台湾听成桃园吧。你是不是发音不标准？台湾，桃园。所以我们刚刚就想说，应该要好好确认一下上面的资料，应该是没有写错的。所以呢，总之就是我们收到护照啦。快点进到下一个阶段，谢谢。拿到护照这段期间呢，刚好是在今年的农历新年，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份新年礼物一样。但是除了这份礼物之外，还有一个很想要的就是换新手机啦。Fido电信它在加拿大有200多间的门市，那我从刚来到加拿大到现在都是一直使用 Fido 这间电信公司。那我很喜欢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每个月呢都有5次的1小时免费无线上网，所以不论你今天是在外面工作啊，或者视讯开会等等，都非常的方便。还有呢，它有数据超额保护的这个功能，不用担心会有超过流量需要付的超额费用的这个问题哦。那刚刚有说他们在过年期间有推出了非常优惠的方案，在2月19号之前呢 ，Google Pixel 8只要每个月20元就可以帮你省下高达628元的手机费用哦。那 iPhone 15呢，每个月只要48.38元，这2个方案呢都不需要预付，也不需要利息哦，可以帮你省下很多钱。所以大家记得在2月19号之前呢，可以到 Fido 门市来申办，或者是到他们的官网上都可以申办手机哦。那感谢 Fido 今年在农历新年期间呢推出了这个方案，让大家可以换新手机啦。我们开箱完护照了，好，反正经历千辛万苦就是拿到护照了，没错哦。那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从参加公民考试到拿到护照的整个时间轴，整个过程。所以拿到护照之后有什么福利吗？那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你可以投票啦，就是这个应该是 PR 跟公民最主要的差别。然后再来就是可以用 Canoe 这个 app。哦，对，这个 app 很有趣，它就是里面你可以免费参观很多博物馆，进去国家公园是需要门票的。然后呢，它这里面也会有免费的，它连 Air Canada 然后也都会有折价。有折扣的机票，然后你也可以搭火车，是有好像半价之类的，但就是一生一次，就是大家要记得赶快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应该就是去美国变得很方便。没错，就拿加拿大护照跟拿台湾护照进出美国
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我们其实蛮常去的就去西雅图或是波特兰，然后我们去的话，其实都要申请那个 I-94，还有是 ESTA， 会要花更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入境美国。那你如果是拿加拿大护照，就是不需要申请这些文件。对。另外一个有可能的好处就是，成为加拿大公民，你有可能可以去美国工作。那你有收到美国的 offer 的话，你申请美国的工作签证也会相对容易一点，不用另外申请像 H1B 这些比较难拿到的 visa，就是你就可以申请比较容易取得的工作 visa。没错。我们最后要分享就是我们拿到公民的小小的心得啦。因为我们来差不多6年左右。那我觉得就是一路就是这样回顾回去的话，我还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今天会变成加拿大公民，就是没有特别想过会有这一天啦。加拿大工作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温哥华在哪里。对啊。然后那时候应该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一待就待这么久。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知道你那时候工作的关系要来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不然就来试试看，可能待个1年2年，对，然后结果就继续待下去了。我反而会更没有特别想要往外跑，反而会去更想探索更多加拿大的地方。你可以就讲尽公民的义务吧，就是去了解更多，就是加拿大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了解的应该是这边的政治吧。对啊，因为像这边的选举制度，虽然我们在考公民考试都有大概稍微了解一下，对啊，你成为公民有这个权益之后，你要投票，当然就要了解政策是什么，政策走向是什么意思。没错，对。但我也同意，就是也可以探索更多加拿大其他地方。今天就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申请公民的过程。我们第1集有说我们是在3月中申请的，对啊，那其实这过程我觉得差不多1年，其实我自己觉得没有到很久了，但可能有的人会快一些，半年可能就申请到，都有可能，对，每个人的时间不太一样，对啊，还蛮开心的，对，这个系列拍完了，终于拍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这整个申请加拿大公民的过程的话，就可以参考这次的影片啦，好。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恭喜我们自己成为加拿大公民，再讲一次，耶！好，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按赞分享。那我们之后也会继续分享更多加拿大的生活还有旅游啦。OK，好，就这样啦，谢谢大家，拜拜。再讲一次，我刚刚不小心翻白眼。推荐的话就不用签名。那一次我刚还没回来。烦不烦？好。3、2、1。